那您入籍了没有啊？对啊，我入籍了。那你会参与投票啊之类这些政治生活吗？对啊，我会去啊，会去，因为华人得去啊。是你这个脸不，其实你千万不要以为这里的搞政治的人他不看他的，不做统计，他做统计的，他统计方法很简单，他大概一看你的华人的名字他就知道了比有多少，就这个百分比，你也不需要说真正投谁不投谁，其实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把你的名字看见，他就会觉得哦，华人现在在参与，越来越积极，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就这个意思。是，华人是要参与政治，你不参与，没有人关心你的权利，而且很简单嘛，对不对？不过就是打2个勾，扔到那里面，然后况且还有一个是很多单位还有那个选票的那个就投票日，它还有一点假期呢，一般会给你点大概4个小时啊什么，你可以早点走这样子。这期视频的主人公沈先生30多岁时和妻子从杭州搬到了蒙特利尔，先是在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工作，现在在当地的教育局工作，如今生活在加拿大已经超过20年了。这火车是载人的吗？这个货车啊，有货车过，也有那个货车，我很喜欢看这个火车，因为它很长很长，它这条路就是那个东西的，它一直会到那个温哥华，一直到温哥华，一直到这个东边。你看它那油罐，看到吗？那都是油罐，因为加拿大的它不是通过石油管道，它是用油罐车运输的。然后这矿场，这是运矿的。哎，那您当时是在国内是有工作过吗？是？对，我在国内工作过，我在国内实际上是研究生毕业，然后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在杂志社嘛，也不是什么大杂志社，但一般的杂志社了。杂志社工作了3年吧，然后就跟老婆就觉得，就一眼看到头了嘛，就一定要出来，就是经历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然后结果一了解就留下来了。你说的了解是指出来读书啊，还是旅个游？你觉得就不错，留下来了？我们是希望就出来生活。OK。然后呢，这个生活到时候是不是说就在国外一直生活了？事实上没有，当时没有决定的。但是因为后来发现，我跟我太太都蛮适合或者蛮适应国外的这种生活方式嘛。我们也没什么说那种对社交有这么强烈的需求，对吧？就过简单的生活。然后我跟他因为本身的语言能力还可以，所以在国外找工作什么就会比较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嘛。但其实我跟他的工作都不是一般的到国外来的中国人华人去做的，因为我是后来到电视台去工作，他是做老师嘛，所以这种工作都不是说一般来说大部分华人是不干这些工作的，是。但我们因为还运气蛮好的吧，所以也就留下来了，就这样。哎，您当时来的时候，魁省这边是讲法语的，你在国内就会法语吗？我来的时候不会法语，我是联邦移民，我可以选择其他的地方。1E快速通道啊。我也不叫好像技术移民吧？对，那个技术移民。那您是等于一登陆就来了这个魁省蒙特利尔？对，因为我们想找一个华人少一点，然后就是我们对学法语是有兴趣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一个能够学法语的地方，然后就到这边来，然后也是转眼一瞬间吧，就这么过了20多年，对。这边的位置是属于我跟你讲一下这个位置是吗？对，这是西岛西岛是我觉得蒙特利尔最适合居住的地方了，因为这是一个英语区，然后呢，它环境都比较好，都是独立的房子嘛，很多独立的房子，基本上没什么 condo， 没有什么那种叫什么楼吧，住宅楼没有住宅楼，所以你看它的环境都很好。你看我们家走出来，你才几分钟，3分钟，对吧？你就有一个公园，这公园很大，这公园一直到那个后面就好几个社区，好几个 block 就是。然后对啊，西岛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中国人如果说你有能力到蒙特利尔来，我觉得西岛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你那个年纪过来，就感觉有没有焦虑啊、彷徨啊？就这个年纪过来，就是从零开始，一无所有。没有啊，你不是？我觉得没有，因为
你人有2个方法，对不对？有些人到一个地方，就像我刚才讲的，他出门都感到焦虑，在家都感到焦虑。对。那有些人就是他在哪里永远都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对不对？看那个猫也高兴，看那个狗也高兴，看那个人也高兴。那如果人是这样一种心态，你拿焦虑没有焦虑的，对不对？而且本身就你比如说，我也是经历过去打工，对不对？我那时候在一个网球俱乐部做二厨，在厨房里工作，是不是？很开心的。因为你如果说不去认为它是一个有趣的事情的话，你不觉得，我要去帮别人洗碗，我要帮别人切菜，我要帮别人去做其他，你不就很难受，对不对？对，那您心态确实挺好的。对，但是你会发现那里面还有它乐趣的东西啊。你跟那个 waitress 说话，跟那个 bartender 在要酒喝，跟那个然后他们打球的那些人，打完球以后，那个我去就捞他们的场地打球，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要找来的，对不对？慢慢就有意思了嘛。那我们往这边走。那不就？然后我觉得，然后就去尝试，然后你说我也是试过不同的地方，对不对？那你说我没有说那个时候没有彷徨，没有痛苦的时间，我也不能这么说。但是我都是比较短，你知道吧？可能到这里来，真的觉得比较绝望，或者说流泪也只有一次，那就结束了。就是说大概是也就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或者说，然后在什么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彷徨？因为你可以考虑，我毕业也不是马上找到工作了。那很多人就是说，希望毕业马上能找到工作，对不对？小心啊，这个话。您读的是几年的书啊？我事实上只读了一个 graduate diploma， 就一年，但是是所谓的研究生水平的。然后我同时还读另外一个，对，我想起来了，这个我要讲的，就是说我还去读了一个就是 web programming 的那个叫什么certificate，这个是没有人叫我去读的，我自己跑去读的。这叫一个证书是吧？对，相当是一个证书，但人的运气就在这个地方嘛。他刚好那个时候他需要一个人，他又有那个传媒的那个学历，等一小心，又需要，因为那时候不是 digital media 还比较流行的时候嘛。digital media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数字媒体开始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嘛。但对于他们这种机构，实际上他是不知道怎么面对的。他就要找有那种综合的能力的一种人嘛。但其实我发现这个还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往往那种你的能力比较 diversified 的人，你容易找到工作，因为第一个你的选择的余地很大嘛，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行业，对不对？因为你的能力比较综合。另一方面来说，恰恰是那种需要不同的能力综合起来的岗位了，他很难找到人，因为那样的人比较少。对，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能够进去的话，往往就是你是比较容易进去，因为他刚好想找的就是这种综合性的这种人。而这个我们现在教育制度，实际上教育出来的人是专业的，对，还不是综合的，对不对？是。这夏天应该会比较好看吧？对啊，很好看啊，这边环境确实挺好的，也很安静。对啊，这边可以说是又方便，对不对？然后环境又不错。这边房价怎么样？就这边一片。这边的房价，我们家的房子70-80万嘛，80万90万。80万。对，像这种的话，大家都是这种，我觉得70-80万到90万，可能100万可能差不多，可能到不了100万。70-80万，您这个是2层的，下面一个地下室是吧？对，我们的社区稍微走一走吧。OK。70-80，你冷吗？冷不冷？我不冷，我穿挺厚的。70-80万合人民币大概300到400万。对，那其实也还好，也还好。毕竟这边蒙特利尔是第2大城市是吧？加拿大第2大城市，对。那我觉得确实，那你相对于国内来说，你要排个前3的城市，根本买不起啊。对啊，应该是。你看他们讲，我们大树刚砍掉，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树属于城市的。所以说，对，社区门口的这些树都不是自己的呀。社区门口看情况，它有条线，你看到没有？你如果这条线一划过来的话，在它的线的外面的话，线就是城市。线大概在树这个位置。就是树那个位置。然后如果说是靠近那个树的位置，那就是城市的，在外面。
然后包括草地，城市也要给你维护，但你可以用没问题。但是县内的话，就是你的，就是你可以控制它，你要砍不砍都是。这个草地也是城市的，我以为是理论上讲也是城市的，但是你要维护。但如果它万一出现很大的问题，是城市来给你换，不是你自己换。好，这档 building 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 castle 这1块钱送给那个市政府的，这是个人1块钱卖给政府了。对，1块钱等于是送嘛，卖给政府嘛，就1块钱卖给政府。这一片地全都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的家族，第一个他们维护费就是很高，另外一个来说，他也是一个他那个好像前女主人是一个老太太吧。是一个很喜欢艺术的人，他索性就把这个捐给市政府做一个艺术中心、美术馆，全部在里面，而且大家随便进，就是他以前的私家住宅在这里，这一大片地方就是他私宅，对，就是他的家族私宅。这条河你们叫湖是吧？但是它的河的，它实际上是河的一部分，是圣劳伦斯河的一部分，圣劳伦斯河，对。挺出名的，是算是加拿大母亲河了吧？应该算是，对。啊，你说飞机起落就在这个位置吗？对，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你看到了？啊，看到了。确实离得非常近啊。对，他是故意走这个大的水面过的，因为他万一出现事故的话，他直接在水面迫降了。那走，我们继续载你走。我们到那边是开车可以直接开进去。你看到没有？那远处的教堂，你在这个角度你应该能，那个尖儿看到没有？那教堂尖儿，我看到了。我们看那边去，然后我们去找咖啡馆坐。因为我现在主要是，如果我想做点什么事情的话，我都不再想走得很远，你知道吧？就在西岛，我觉得就挺好。这边环境确实也挺舒服的。对，而且本身来说，我觉得我现在跟国内的有一时间长了以后有一个变化，就是我觉得 local 最好，就 community 最好。我不再想去什么征服世界啊，什么跟 international， 这个跟我没关系，我连城里都跟我没关系。我就想我在这一个地方 local 的能做一点事情，能够生活，我觉得就挺好的。您觉得是从多大岁数开始有这个转变的？但您在30多岁的时候，你是想去看看世界的。对。但是你是从多大岁数开始觉得我就想生活在这里安顿下？大概40岁以后吧。40岁。对。那也是已经有了2个孩子了。对，应该是跟孩子什么都有关系吧。但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知道，在加拿大、在美国，他们都很 local 的。他们很多人，他们不像中国人一定要到世界去看看，他不是这样想的，他就想在这里好好的过日子就行了，很开心的，对不对？就管好自己的社区就行了，不要管去世界怎么样，世界跟他没关系。尤其加拿大人挺多挺保守的，是吧？其实这我觉得不叫保守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生活的本质吧。其实我关心我们市政府的政治，我关心我们这个区的选举的政治。对，我们这个市政刚刚把一个市长给搞下来。也不是刚刚了，2年前把一个市长给搞下来。那个市长就是说他要搞大建设，他要这边要开发出来挣大钱，要开发那些住宅区嘛。然后这边的居民就不肯了，不允许这么做。我们不需要经济，我们不需要发展，我们就需要这么安安静静的就可以了。然后所有的那些有房子的那些老头老太一起这个组织起来。然后把那个市长给搞下去了，选了一个新的上来。那新的上来一上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项目停止，不干了，就这样。他就这个目的啊，这就是政治的意义，对不对？政治意义是改变我现在的生活，包括我管那么多那个其他地方，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也是一个悖论，你看，确实是你把项目给弄下来了，社区安定了、稳定了，但是经济又不行了呀。你就把经济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过几年，他不是。经济又不行了吗？他自然也会选一个搞经济的上来，是不是啊？中国我觉得他有一个思维，就是认为只有快速发展才是应该的。但实际上不是啊。你的发展是什么？你的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生活，
啊，对啊，你是生活跟那个发展的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对不对？你只有达到这个平衡，那怎么达到这个平衡？那就是这样做呗，一会儿把这个选上来，一个把那个选上来，不然怎么平衡？没法平衡，对吧？所以我觉得西方的文明它不是说仅仅建立在一个人很 nice， 这不是个天然的事情，它建立在一种几百年来它的社会的积淀跟社会的发展这么一个过程，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的交往的方式。说好听点嘛，就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发展的结果，对吧？说的不好听点嘛，就是说它本身是为了提高效率，这个整个社会在一个高效的环境下运行，减少社会的交往的成本。这个是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有很多中国人，他很刻意的要去跟西人交往，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对，您提到这个现象就很有趣，就是你了解到，就是在怎么说，也不能说上层社会，就是说工作比较好，他的语言又比较好的情况下的华人，反而避免和中国人去交往，是吗？对。那其实，我了解，就是很多语言不好的，做一些基础工作的人，华人反而更容易抱团一些。对，是不是有这种区分？是。那你觉得像那种做的比较专业的工作的英语比较好的那些华人，他的心态远离华人，是因为他想凸显自己的不同吗？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就凸显自己不同嘛，就凸显自己不和你这个圈子在一块混。因为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你看大环境是西人的环境，他如果跟一些华人抱团，他怕被别的白人的或者西人同事侧目，对不对？觉得你不跟他们一块儿，对不对？谁都想合群嘛，对不对？那个群是哪个群，对不对？群是更大的一个群，对吧？就是西人的这个群，就是西人那个群，对吧？他就要想融进去，对不对？您觉得这个治安情况怎么样？很多就是国人会担心加拿大处于治安不好啊，怎么流浪汉呀、吸毒啊，你们大麻又合法呀？首先这边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它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那些人永远都是很乖的，在一个角落里做他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他也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危害，也不会来麻烦你。而且他们都是一般在有一定的区域，对不对？在那个区域华人也一般也不大去，对不对？另外一个还有更重要有一点是说，怎么说呢？加拿大的治安肯定是全球算是比较好的，我不能说是全球最好的。美国我也不敢去评论，美国是有些地方好，有些地方不好。那起码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小孩到欧洲去，基本上都是一种感觉，还不如在加拿大治安好。是欧洲，对吧？因为那个加拿大是一个没有什么小偷小摸，在大街上我也反正从来没碰到过这个有人小偷小摸我，就在蒙特利尔最繁华的街道，我旁边就是流浪汉，旁边就是那个他们也没有人来抢我东西，没有人，就是说我觉得本质上来说，他的社会已经形成一定的规范了。他连流浪汉都有规矩。他规矩只妨碍他自己的人，他不会来妨碍你。然后就是说他的社会的他的体制非常成熟。他每一个环节都有专门人去照顾。比方流浪汉有照顾流浪汉的，然后吸毒的也照顾吸毒的。吸毒怎么样把它限制住，然后不能影响别人的生活，他都会有一定的规范。他的规范已经很成熟了，上百年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然后你说那个包括他们这里搞的很多像大麻合法化，像那个什么吸毒屋这种，因为他们有注射屋，对不对？对，他们给你注射品，对不对？对。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有了毒品以后，他就不会来麻烦你。他没有毒品，他又想拿到毒品，他才会来麻烦你。他才会来抢钱要钱，才会去造成麻烦。然后包括大麻情况也是一样。大麻情况我就不想去具体讲，因为这东西太国内不好讲这个事情。那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说他们不是笨蛋，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了解跟控制或者的那种理解能力比大部分人想要强得多。就是还是那句话，他不是把钱摔到你脸上，他仍然是控制的，但只是说他是有自己一套更文明的方式来进行控制。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加拿大不是全球全民医疗的吗？我经常在那个市中心的大医院的门口看见那些流浪汉穿着那个医院的那个病历服在外面抽烟。为什么？他就是住在那个医院里，他生病了，他就是流浪汉在街上，他生病了，也得把他接进去大医院。而且都是待遇跟你我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那只不过说等他所有的东西都结束了，他仍然要回到大街上，那个医院管不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知道怎么保障你根本，因为只有根本的东西不受到保障，社会才会混乱。你把根本的东西给他们保障上了，大家都过日子嘛，对不对？流浪汉也是过日子，不过他过日子跟你不一样。吸毒人说难听点也是过个日子，他只是喜欢的东西跟你不一样而已。但大家都会知道怎么样相安无事的，对。今天就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生活？我想为了自由吧，可以自由的，想自己想干的事情，然后自由的过自己的生活。那您就是未来的话有什么打算？继续是在这里安度晚年吗？是，基本上我就待在这里了，我不会去考虑去其他地方，因为我觉得生活到了后面了，总是回归到一个本质，回归到你自己开不开心、舒不舒服这个本质上。好，今天采访到这里，拜拜，再见。